俄乌冲突，中国呢也偷摸的扮演了角色吗？法国在台海问题上变脸，为了追随美国，干了件极其愚蠢的事儿。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在近日一次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高级外交顾问博纳透露了一下他说中国在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作军事装备的物品。而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严厉的驳斥，声称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呢，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自始至终都是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而在积极劝和促谈。另外，在军品出口的问题上，更是一向采取了慎重、负责任的态度，严格按照国内政策、法律和承担的国际义务行事。而事实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炒作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了军援了。至于为什么这次中方严厉驳斥，其实我国显然也很清楚，法国此次是有替自己讨打的成分在的。而在这之前，同样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高级外交顾问博纳，他在美国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呢，法国方面将会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与美国站在一起。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中国对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呢，博纳解释，欧洲战略自主的实质意义是使自己强大起来，好与美国等盟友并肩作战，以共同应对来自全球的挑战。那么，法国眼里的全球性挑战是什么呢？据悉，法国明确地提出了是中国。这样一来就比较有趣了。要知道，博纳的这一番说话呢，与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克龙曾对中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他强调呢，欧洲寻求战略自主根本目的是不想要再当美国的跟班不想再被美国牵扯进别人的危机当中，比如说台海问题。然而时隔3个月，法国出现了如此大的政策转向，一时之间不禁就令外界猜测，法国是否还是那个法国？而此前之所以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有没有可能是哄中国的呢？其实真要说起来，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也仅仅只是可能。如果说法国当局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摆脱美国的话，那在那之后也不会真的去跟美国对着干。如今态度转变的这么大，甚至在台海问题上变脸或许不排除是受到了外部的强大压力。比如说6月底爆发的法国暴乱，让马克龙政府也意识到了这场骚乱很可能又是一场颜色革命，而这个时候强行跟美国掰手腕分道扬镳，那非常的不现实。反之呢，法国很有可能需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帮忙。所以此番炒作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了军援兴许呢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想要给美国提供一个能够进一步去围堵中国的借口。尽管这也只是猜测，但法国炒作中国向俄提供军事援助是一个极其愚蠢的事情。更因如此要是因此惹怒了中国怎么办呢？中俄两国一直都是在多个方面保持良好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军事层面。可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应该清楚如果中国真的大规模的援助俄罗斯，那俄乌冲突估计早就结束了。所以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中国并没有在偷摸的扮演什么角色，反而有努力在促进俄乌和谈，不让两国之间的战争上升到核战争。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